美伊停火协议岌岌可危，俄亥俄级触及伊朗，军事选项重新摆在了特朗普的桌前。伊朗翻遍了海军残留的家底，把卡迪尔级危机舰艇送到了霍尔木兹海峡。战场之外，美国正在进行一场重构 ，F/A-18即将退役，海军陆战队全面换装 F-35，驯龙也要在2027年正式部署。俄罗斯也没闲着，萨尔马特核导弹终于成功试射，普京第7次喊这个导弹可以服役了。美伊还是要继续开战吗？萨尔马特真的能够顺利试装吗？这一次特朗普是真的被伊朗气到了，好不容易等到伊朗递交了修改后的方案，但这方案一看简直就是奔着重启战时来的，基本上还是那几样，跟没修改也没什么区别。美国立刻停火，解除海上封锁，归还冻结资产，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而在美国最关心的核问题上，伊朗只做了一个让步，短期暂停浓缩铀，稀释部分高浓缩铀，并转移到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第三国必须原样归还。按照伊朗此前的举动来看，这个第三国除了俄罗斯之外，估计也没别的国家了。特朗普看到这份方案之后，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完全不能接受这个方案。随后面对记者进一步开火，说伊朗发来的东西他都没看完，因为看了开头就知道是垃圾。停火协议已经被德黑兰搞成了生命维持状态。紧跟着，特朗普召集了国安团队开会，万斯、卢比奥、赫格塞斯、CIA 局长拉特克利夫全在其中。据美国官员透露，会议桌上传出来的话很直白，特朗普倾向于重启某种形式的军事行动。比较可能的两个选项，一个是恢复自由计划，一个是重启空中打击。如果要继续空袭，美军可能会瞄准在此前冲突中未曾袭击过的伊朗目标。与此同时，以色列还正在游说白宫批准一项特种部队行动，深入伊朗境内，直接夺取其浓缩铀库存。估计伊朗自己也清楚那个方案到底有多离谱，所以在递交方案的同时，他们还做了一件事：卡迪尔级潜艇就决定是你了，现在就由你替我们出战霍尔木兹海峡。这些潜艇目前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能在海峡水底长时间潜伏，随时对过往美舰发动伏击，还被他们称作所谓的隐形守护者。不过因为伊朗的海上力量早就在美伊刚动手的时候就已经被打残了，所以现在的伊朗能拿出来的舰艇自然不会是什么好货。据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统计，伊朗目前大约保有16艘这个级别的卫星潜艇，每艘排水量仅115吨，舰长29米，成员编制7人，仅能搭载2枚533毫米鱼雷或者2枚反舰导弹。2枚够做什么？我们来做个对比，就知道这东西到底有多迷你了。都不说俄亥俄级了，仅仅是一艘洛杉矶级攻击核潜艇，排水量超过6000吨。两边一比，伊朗这边的潜艇就跟蚂蚁一样。当然，伊朗方面也有说辞，按照他们的解释，这种潜艇是专门为潜水环境设计的。霍尔木兹海峡平均水深30到60米，最深处也就100米左右。对于常规潜艇来说，这个深度是极其不友好的，因为水浅就意味着声呐回波更强，更容易被探测。潜艇即使是静止，也很难隐藏。在这种情况下，小也有小的好处，可以轻易出入航母战斗群无法抵达的油轮码头和离岛前滩，尤其是他们的卡迪尔级潜艇，还有海床停息能力，可以完全关闭动力系统，长时间静止于泥质或沙质海床，避免被发现，而且仅需30秒就能从港口转入作战状态。然而，这批潜艇的情况和伊朗的宣传完全对不上号。先是潜艇的技术来源还是熟悉的朝鲜，伊朗仿制了朝鲜的玉高级潜艇，才有了这批潜艇。而玉高级潜艇的技术根本则是上世纪60年代南斯拉夫的产物，几十年的技术代差被伊朗强行忽视，当作宝贝一样推了出来。还有这批潜艇的实际状态也让人忍俊不禁。据消息人士透露，和多国现代化潜艇相比，伊朗这些小型潜艇在运行时极度嘈杂，根本做不到什么隐身，船员的作战经验也极其有限，整体训练严重不足，再加上此前的伊朗海军遭遇了各种打击，这些潜艇普遍存在严重的维护缺陷。无论伊朗嘴上喊得再凶，都无法掩盖一个事实：面对美国的军舰，这种迷你舰艇根本派不上用场，仅有的实战价值可能就是布雷和骚扰了，那跟伊朗的那些快艇也没什么区别。就在伊朗还在依靠这些老旧产物虚张声势的时候，美国这边也有了动作，俄亥俄级核潜艇现身地中海西端的直布罗陀海峡。美国海军第6舰队公布了这一消息，虽然声明本身没有公布具体是哪一艘，但直布罗陀广播公司和当地目击者迅速识别了出来，有极大可能是阿拉斯加号。这是近25年来美国第3次公开俄亥俄级核潜艇的具体位置。在正常情况下，战略核潜艇的行踪属于最高机密，它们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种威慑，
别人也不需要知道他们到底在哪里。美军这次主动亮出底牌，还是这么敏感的位置，传递的信号可以说是相当明显了，就是对伊朗的威慑，还有极限施压。而停靠直布罗陀海峡，也有顺手敲打西班牙的意味。直布罗陀往西大约141公里，就是美国海军在欧洲最重要的基地之一——罗塔海军基地。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要在地中海周边找个地方靠港补给，罗塔应该是首选。但是美国选择绕行，说明两国之间的矛盾还有的调解。比起西班牙，英国就配合多了。阿拉斯加号抵达时，全程由皇家海军直布罗陀中队的巡逻艇和皇家海军陆战队舰队保护分队护航。在潜艇入港前，英国皇家空军的运输机就把额外部队提前空运到了直布罗陀。港区周边划设了200米的海上隔离区，2艘拖船将这艘长171米的庞然大物缓缓引入南摩尔码头的泊位，可以说是相当尽心了。伊朗应该也慌了，因为别说那些迷你舰艇，就是伊朗已经被摧毁的正儿八经的舰艇绑在一起，在俄亥俄级核潜艇面前都不够看的。阿拉斯加号建造于1986年，舰长171米，水下排水量18750吨。它的动力核心是一具 S8G 压水核反应堆，能让潜艇在深海连续潜伏数月，不需要上浮换气。它的静音性能可以说达到了当代潜艇工程的极致。俄亥俄级的舰体覆盖着消声瓦，所有机械都安装在减震浮筏上。螺旋桨是7叶大侧斜设计，在水下产生的噪音比海洋背景音还低，静音巡航状态下几乎没有机械噪音。就算伊朗拼了命的用声呐探测，也不一定能发现它。最重要的还是打击能力。阿拉斯加号最多可搭载24枚3x2第5潜射弹道导弹，每一枚3x第5可以携带最多8个分导式核弹头，射程超过12000公里。而直布罗陀到德黑兰的直线距离差不多也就5000公里，也就是说，这艘核潜艇出现在直布罗陀的那一刻，伊朗全境都已经被纳入它的打击范围了。到了这个时候，双方都还在持续加码。在火力军看来，双边离再次交手也就差一点火星了，就看伊朗还打算嘴硬多久。美军在中东把伊朗按在地上摩擦，战场之外，海军陆战队正在向一个时代告别。FA-18大黄蜂到退役的时候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发布了一份行政文件，白纸黑字写着，到2030年 FA-18CD 大黄蜂战斗机全部退役，跟大黄蜂挂钩的所有维修专业也全部取消，相关陆战队员可以横向调动到 F-35岗位，也可以在服役期结束时退役。剩余的 FA-18维修人员将不再有任何晋升或留任机会。作为1983年就服役的老兵，利比亚、伊拉克、波黑、阿富汗这些战争中都有大黄蜂的身影。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全能，既能空战又能对海攻击，还能上航母，维护难度也不算高。即便被苏制地空导弹击中，经几天抢修就能重返战场。过去几十年，大黄蜂就是美国海军和陆战队空中力量的象征。问题是时代变了，FA-18再强，本质上还是4代机思路。它厉害的核心是平台性能，飞得快，机动强，挂弹多。但现代战争已经越来越不讲这些了，因为现在真正决定生死的是谁先发现谁，谁先锁定谁，谁先把整个战场连接起来。大黄蜂显然无法适应这样的战争，所以才需要 F-35。很多人可能都以为 F-35最大的优势就是隐身，其实这只是基础而已。真正变态的是它收集和传递信息的能力。这架飞机浑身塞满了无线电、红外、激光和光电传感器。这些传感器采集到的信息会被系统整合成战场图景，哪里有雷达，哪里有导弹阵地，哪里有敌机，威胁等级都是多少，系统会自动分析，然后通过网络共享给地面陆战队员、舰队甚至其他军种的作战飞机。更恐怖的是 F-35B， 很多普通战机必须依赖大型机场，但是 F-35B 不需要，因为它能短距起飞，还能垂直降落，公路、临时跑道、小型岛屿、两栖攻击舰它都能起飞。美国海军陆战队现在的核心思路也正在围绕这个能力改变。以前的美军喜欢大型基地模式，所有飞机集中部署，这样方便维护补给。但问题是这种模式太容易被针对，导弹一波覆盖下来，大型基地可能直接瘫痪。所以美国现在开始强调分布式作战，几十架 F-35可能分散在不同小岛、不同临时基地，打一轮立刻换地方，敌人根本不知道下一架 F-35会从哪里冒出来。因为美国已经意识到，未来真正危险的对手是拥有完整防空体系和远程导弹能力的国家，所以只追求火力强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整个体系能不能联动起来，平台武器能不能活下去。简单来说，以前的空战可能是单机英雄主义，所以需要大黄蜂这样的流变型战士。但美国现在要玩体系战，而 F-35就是这个体系里的空中指挥中心。陆战队目前已有9个 F-35中队达到完全作战能力，另外3个正在冲刺最后几个月的认证。到2026年年底，
战术航空兵的总兵力将达到250架，最终目标为420架。这个数字的结构调整也早已明确 ，F-35B 采购目标从353架降低到280架，而 F-35C 从67架提升到140架。这背后的逻辑也很简单 ，F-35B 主打的是灵活，但是它载油量有限，在与航母打击群联合作战时，打击半径和留空时间会受到天然的限制。而 F-35C 则是专门围绕高强度长航时海空作战设计的，拥有3种型号中最大的机翼面积和内部载油量，携带近2万磅燃油，内部燃油航程超过1200海里，作战半径超过600海里，能在敌方防空区内停留更久，还不需要频繁依赖加油机。这一次采购调整，就是既要保证打击力量的灵活性，也要保证作战半径。既然要玩体系战，美军还有了新思路。谁说只有战斗机才能打仗的？没人规定运输机不能打，那运输机为什么不能开火呢？于是就有了驯龙项目。现在这个项目被列为了正式立项项目，这意味着该系统已经获得政府正式批准，可以在未来的预算中获得相应的资金分配。美国空军计划在2027年通过中层采购，将其快速部署投入实战。这个项目的玩法就是把巡航导弹装进标准空投托盘，然后把托盘往运输机货舱外一堆，托盘在空中开采稳定之后，导弹按顺序分离、点火、拉升，飞向目标。对，逻辑就是这么简单。这套系统甚至不需要对飞机做任何永久性改装，就是装个托盘的事儿。这样一来 C130、C17 甚至特种部队的 MC130J 这些平时负责拉货的机型全成了新的火力点。真正提高杀伤力的是弹药量。驯龙设计之初就和一个名字为 FAMM 的计划深度捆绑，其实就是低成本弹药的大规模采购。根据2027财年预算文件，美国空军计划在5年内投入大约120亿美元，采购近28000枚 FAMM 低成本巡航导弹。在这个计划之下，已经有2款弹药拿到了官方正式编号，一个是 AGM-188A， 弹重约225公斤，射程超过900公里。它最初诞生于给乌克兰量身打造的 ERAM 计划，从提出构想到投产仅用了14个月。现在这款导弹已经被确认将同时供货美军和乌克兰，首批840枚，预计在2026年10月交付。第二款叫 RACM， 快速适应低成本巡航导弹，它以 3D 打印为制造基础，弹体尺寸参照 GBU-38型500磅 GDAM， 基本型射程400公里。而在海空天2026博览会上 ，RACM-ER 增程型号揭晓，射程超过1850公里，达到了战斧导弹的射程级别。然而单发弹药的成本却被控制在了几十万美元的区间，差不多是战斧的1/10。根据相关测试数据来看 ，C17 单架次可搭载45枚 FAMM 极低成本巡航导弹 ，C130 则能携带12枚。美军空运司令部旗下大概有220架 C17和300多架 C130。整个驯龙加 FAMM 的架构里，美军的打击逻辑转向低成本海量弹药覆盖，直接从规模和成本上彻底拉开差距。无人机方面也要继续推进，美国找上了乌克兰。据 CBS 新闻报道，美国国务院和乌克兰驻美大使斯特法尼什纳已经起草了一份联合生产协议，主要内容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可以出口到美国，和美国防务企业一起生产，而这还只是第一步。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整个2026年国防生产能力的评估是550亿美元。然而目前基辅手里只有约150亿美元的采购资金，中间差了整整400亿美元的缺口，所以外部融资是必然的。美方的资金注入可以同时帮助2个国家扩大国防产出，实现双向互利。美国大搞升级转向，莫斯科这边也传来了好消息，炸了10几年都没炸利索的萨尔马特终于试射成功了。5月12号上午，俄罗斯从普列谢茨克发射场试射了一枚 IS-28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战略导弹部队司令卡拉卡耶夫通过视频向普京汇报，称导弹成功命中了勘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的目标。普京当场宣布，萨尔马特将在2026年底前正式投入战斗值班。首个导弹团将部署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乌鲁尔导弹师。他也不谦虚，张口就是吹嘘，说萨尔马特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导弹系统，载荷威力超过同类武器4倍，射程更是吹到了35000公里。从俄罗斯任何一个发射井打出去，理论上能从任何方向砸到地球上任何一个坐标。一连串数据吹得天花乱坠，但是扒一扒时间线，火力军真的怀疑，抛开数据真假不说，你这萨尔马特真的能实装吗？萨尔马特最早于2018年由普京在国文自文中首次公开，当时普京就承诺这款导弹很快就会服役。到了2020年，这一年就是原定的服役时间，毫无意外的跳票了。到了2021年，卡拉卡耶夫承诺2022年底部署，结果在2022年4月，俄罗斯进行了唯一一次被外界广泛认可的成功试射之后，部署又杳无音信。进入2023年，普京分别在2月、7月、10月3次重复年底前部署，
时任国防部长绍伊古也跟着喊，结果喊到最后什么都没发生。在2024年9月，真正的大戏来了，一枚萨尔马特在普列茨克发射场的发射井里直接爆炸，爆炸现场留下了一个直径数十米的巨大弹坑，发射井被彻底摧毁，连带着周边设施一并报废。一枚洲际导弹还没飞出井口，就先把自家发射场炸了，放在全球核武器史上，这都算是罕见了。然后是2025年11月，萨尔马特转移到了多姆巴罗夫斯基基地在试，这一次倒是顺利起飞了，但是没飞多久就失控坠毁，紫色浓烟笼罩了整个奥伦堡地区。当地居民在没有收到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吸了一肚子剧毒，片儿加紧。现在他又来说年底前部署了，但是已知测试里就成功了1-2次。更有意思的是，这次试射发生在一个非常微妙的背景之下。萨尔马特导弹的唯一生产工厂克拉斯马什工厂的总经理加夫里洛夫在4月下旬因涉嫌贪污300万卢布就被俄罗斯执法部门逮捕。这个人2018年上任，他在任的7年里，工厂从未实现过萨尔马特的稳定量产，试射成功率低到离谱，导弹也没能量产。在火力军看来，这个萨尔马特离正式上岗还差得远。白俄罗斯也没消停，卢卡申科公开宣布，他们要对武装力量进行选择性动员，为可能战争做准备。他的措辞用得很讲究，选择性动员，其实放弃了过去那种阶段性大规模演习的模式，改用轮换制，不同部队会被轮流征召到训练营进行高强度作战训练，练完回驻地，下一批接上。按卢卡申科自己的说法，这种制度能让武装力量在不宣布全员动员的情况下保持持续战备，说白了就是把战备常态化。目前已经有超过6000名预备役被征召参加检查和演习，用来评估动员程序和后勤保障能力。但卢卡申科这套把戏和萨尔马特一样，喊了太多次吓不到人了。自2022年以来，白俄罗斯就坚定地站在俄罗斯一边，但站台和打仗不是一回事，从头到尾白俄罗斯军队没跨进乌克兰一步，所以对乌克兰来说，这种话当个笑话听听就得了，真本事还是要看战场。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萨尔马特这一次真的能够试装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打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